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评论当中有朋友问到了，双手断掌命运如何？今天就来和大家说说断掌的性格特点和命运。在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请您动动手指点赞订阅，您的支持是我更新的动力。古相书上说男儿断掌千斤两，女子断掌过房养。这就是说，男人断掌是有创造财富的能力，价值千金。事实上，很多事业有成的男性也确实是断掌，但是也要配合其他纹路区别对待。若是两只手都是断掌，则更是难得。双手断掌的男人有着怎样的性格呢？这种手相的男人有着耿直的性格，他们工作能力强，而且非常有责任心。只要答应做到的事情，就算再难也会坚持下去。双手断掌的男人做事情都很有主见，喜欢实际操作，而不会仅仅限于嘴上。在面对一些困难的时候，他们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迅速解决掉，绝不会让困难困住自己前进的步伐。双手断掌的男人是很有自知之明的，生活中什么该留，什么该去，绝不会有半点犹豫。因此做事情很有效率，尤其是男人一生的事业运都是很不错的。在感情方面，他们特别重情，特别是异性之间的感情，只要爱上一个人，就会绝不轻易放弃，时刻做好相守一生的准备。因此在感情方面从来都不需要发愁。但是在健康的方面这种手相的人最容易得肠胃病，所以在生活中一定要多注意身体，定期做下检查才是。双手断掌的男人命运如何？这种手相的男人通常都比较大男子主义，脾气暴躁，动不动就发脾气，但是却有很强的领导能力。有些事情只能交给他们做，他们就会保持初心，判断力也很强，对一切事情总有自己的独特见解。此外，双断掌的男人做事情还比较有耐心和决心，因此一生的事业不会太差，要比别人容易成功。只要他们认定的事情就会冲破重重艰难，绝不会轻易放弃，因此在事业方面取得的成就极大。但是从另一种角度来看的话，这种人遇到一些明知是错的事情，却会一直错到底，性格特别固执，干什么事情都喜欢一意孤行，不听取别人的建议。双断掌的男人喜欢感情用事，在一些决定上太过依靠心情变化，他们充满自信，但是为人处事方面常有不理智的举动，容易被情绪左右。单单从性格上来分析，就可以知道这种人从来都不会轻易的妥协一件事情。双手断掌的男人运势比较强，他们头脑聪明，做事情有独特眼光，才华出众，浑身上下都散发出这一种独特的魅力，吸引了不少人的关注。若事业线与太阳线相连接的话，那这种男人会在事业上取得极大的成就，而且还能拥有财富，一生中财运都处于上升的趋势。他们重情重义，尤其是在爱情方面，只要遇到了自己倾心的人，就会全身心地投入到这份感情当中，时刻关注对方的一切，了解对方的一切只要对方需要自己，他们就会放下一切来到对方身边陪伴。以上就是双手断掌手相。如果只有一个手是断掌呢？那接下来我们来分析一下男人右手断掌手相的情况。男人右手断掌有何性格特征？一、责任心很强，凡是开了头的事情，不管中间碰到怎样大的困难，也不会将那件事丢开，总是会咬紧牙关把那件事情做完为止的。二、主观性强，不肯听取别人的意见。三、利己心重，好贪小利，喜弄权势。四、做事有责任感，不达成功不停止。五、对情看得很重，尤其是爱情异性，会竭尽自己所有的力量去博取对方的欢心。六、喜欢独自经营，事无大小也都亲力亲为，不喜欢别人插手，也不容易听信别人的意见。七、
爱恶分明。8. 适应能力和应变能力较差。9. 个性坚持的近乎固执的人。10. 很有能力，重权。大多领导人都具有断掌纹。断掌的构成正是感情线和智慧线合二为一。感情线自然代表对感情上的思维，反映此人对感情的较重、诚实与否。智慧线代表了智能、理智如何，反映此人对人对事的态度如何。现在二文为一，表示感情和理智不会分割。于是断掌的人性格上显得坚强，自信心充足，处事极为理智，不易受到感情或亲情所左右，自然独立性比较强。断掌人不听父母的话，左断防父，右断防母，防者克也。异地分居，聚少离多，或同地而不同居，代沟大。右手断掌的女人怎样？断掌的人可以做大事业，有一种跟波浪形相反的头脑线。这条头脑线由大拇指那边的掌边开始，一直向小指那边的掌边伸过去，宛如一条小疤，将手掌切分成上下两段的切痕。它既是头脑线，又是感情线。女生右手断掌会怎样？1. 对爱情看得很重，凡是爱情异性会竭尽自己所有的力量去博取对方的欢心。2. 责任心很强，凡是开了头的事，不管中间碰上怎样大的困难，也不会将那件事丢开，总是咬紧牙关把那件事情做完为止。3. 个性坚强的近乎固执的人。4. 喜欢独立经营，事无大小也都亲力亲为，不喜欢别人插手，也不容易听取别人的意见。5. 不善于跟别人相处，即使是家人也相处的并不十分愉快。假若不幸失了恋，他可能会伤心的终身不结婚。这种爱情至上的人乃属于悲剧性的人物，所以具有断掌的人，他的事业成功的比较难，也成功的比较缓慢。但在成功之后啊，他便能确保住这些成就，他便继续向新的成功迈进。右手断掌的女人性格如何？1. 当今更是男女同步，大男人世界生存的空间与女人的也不相上下，所以女性断掌并不再是什么了，爹娘养或克夫长了。这也是时代改变之下，命相学亦要做进步的变化。当然，不易妥协的性格，始终对婚姻会造成很大的波动，也是无可避免的。2. 中年之后，意志力越来越坚定，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爱恨易走极端，但在事业上能够取得较大的成功。在感情上，好则好，不好则了。女人属阴，若太刚，怕是对婚姻不太利，但是也不是绝对的。如果你二人啊非常的投缘，那也是非常完美的一对。3. 断掌的构成正是感情线和头脑线合二为一。感情线自然代表对感情上的思维，反映此人对感情的轻重、热诚与否。头脑线代表了智能、理智如何，反映此人对人对事的态度如何。现在二文为一，表示感情与理智不会分割。于是断掌的人性格上显得坚强，自信心充足，处事极为理智，不易受到感情或是亲情所左右，自然独立性也就较强。不用再论其他的因素，单从这性格上的分析，便可理解古时面相学家如何对拥有断掌的妇女认为一生不利婚姻的原因了。4. 女子断掌不吉。因为断掌人一般都醉心工作或是追求名誉，而在古代，女子不用外出工作，只要找到一个好丈夫就是好命。而现如今年代大大改变，男女平等，女子也可以有事业，只是很多人不了解断掌的意思而已。断掌人不听父母的话，左断防父，右断防母，防者克也，异地分居，聚少离多，或同地而不同居，代沟大。因此我认为主要原因是断掌人的个性比较倔强，容易冲动，理智绝对控制感情。5.
女性三从四德的时代，基本不可能有独立思想，凡事都以丈夫的意见为主。但断掌的女性就算是很倔强，亦未能够达到当今社会所需要的地步，自然就难得到丈夫的欢心。打入冷宫是必然的事情，又或丈夫自尊心受损，闷结也打不开，多忧损寿之下。所以又认为断掌的妇女克夫。6，这就表明断掌的女人必须改变自己的刚愎自用和过于得理不让人的性格，要知道迎合丈夫的心理，不要在家在外损伤自己男人的面子才好。女性拥有一对断掌，所谓的不利婚姻，主因是性格上的影响居多，并不是先天命注定的离婚不可。若肯改变本性，厄运就会减少。女人右手断掌手相，女人断掌则代表父母缘薄。过房养的意思就是自小遗过继给他人，或者自小跟随祖父母或者其他亲人。若女人有此掌纹，属命硬之人，克性相对比较大，对周围的亲人的运势都有阻碍的作用，所以自身的感情路程一样比较崎岖。结婚阻碍离。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每一根手指都代表着一个人不一样的运势和命运，一个人的手指长度同时也代表着不一样的寓意。因此我们可以从一个人的手指长度和手指形状来分析一个人的命运，一起来看看吧。1，整体手长的人细心守成。从整个手来看，如果手指长度占整个手掌的6成算是短，手掌的7成半为普通，8成以上算是长。手指长或手大的人个性较为细心守成，对于工作往往能够不厌其烦地注重细节，事情在付诸行动前往往考虑慎重，适合做一些用脑的工作。只要肯努力并能够事业成功，否则很容易平平齐齐度过一生。手指生得细长的人有文艺天赋，且在社交场合中能够巧妙地调节气氛，一讨朋友欢心。若智慧线发展良好，则适合从事文艺工作。2，大拇指、金星指长的人多长辈爱护和关心。拇指也称为金星指，掌管人5岁到14岁时的运势，也代表父母、祖上。大拇指比较长的人意志坚定，个性强，是自我中心主义者。年少时运势上相对来讲比较顺利，进步比较快，学习比较优秀，身体比较强壮。同时多长辈爱护和关心，在事业上比较自信，爱情上比较主动，向往高质量的爱情生活。大拇指比较长的人比较自负，喜欢被周围人所关注。假如食指和中指之间的间隔比较大，这一倾向将更加明显。第3，食指、木星指长的人热衷于权势。食指又称为木星指，掌管人15岁到29岁的运势，代表着支配欲，代表权力，野心大。当食指长度超过中指第一节的1/2以上，可以视为长。食指长的人性格比较顽强，人生目标比较高，热衷于权势，相当具有企图心，喜欢管理与支配他人，为达这个目标奋斗不懈，多数有非常出色的成就，成为承担重大责任、位高权重的人。食指过长的人性格偏强硬，爱出风头，具财大气粗的性格，往往很难存得住钱。这种类型的人就算钱赚得多，花的也多，所以节制挥霍的欲望和消费习惯是根本之道。食指长的同时又拥有强有力的拇指和清晰的掌纹，这样的人易成为中小企业的领导者。食指长的同时却拇指短小，手纹不清，则其他人喜欢操控别人，但处事艺术不够灵活。如能够多给晚辈或配偶一些自主权和尊重，彼此相处上会融洽美好。第4，中指、土星指长的人适合搞科学研究。中指又称为土星指，掌管人30岁到44岁的运势。中指的指甲全部高于食指和无名指尖，可以视为中指长。
中指长的人往往人生观稳定，生活态度非常严肃认真，重视逻辑条理，缺乏生活情趣，对于实物和细节能够不怕沉闷地做确认。正是科学研究需要的人才，很适合在组织化的单位工作，从事科学家、工程师、学者或行政管理职。其实人在中年时事业发达，亨通财运，身体也比较健康。第5，无名指。太阳指长得好的人好赌。无名指又称为太阳指，掌管人45岁到59岁时的运势。无名指达到中指第一节的3/4处，可以视为长。无名指长的人在事业上有独特的眼光，在工作中有自己独立的计划，一步一步的实施，不大受外界的干扰。在爱情上，他们很有强的审美观，比较向往浪漫的爱情。无名指长的人好赌，将钱视为身外之物。他之所以赌钱不是因为贪财，而是喜欢追求刺激，加上个性不服输所致。无名指长的人对于艺术、文学感受强，醉心于心灵感受，重视社会声誉与他人赏识的眼光，需要他人肯定认同，有艺术天赋。许多娱乐圈人士与艺术家都有长无名指。第5，小指。水星指长的人具有雄辩之才。小指又称为水星指，掌管人60岁到74岁时的运势。小指长过于无名指第3个指节，可以视为长。小指长的人有很强的观察力，具有雄辩之才，语言表达能力极佳，事业上比较进取，个性上很强势。不过缺点在于言多必失，而且容易因言语得罪人，所以结怨招惹他人的可能性也大。另外也要小心使用权谋，工于心计。所以说，虽然能够拥有事业和财富，但人缘却不见得好。由于沟通与社交能力出色，小指长的人适合接触人群的服务工作，比如律师、业务员、政客和作家等等。但小指太长，往往会因爱出风头，又急于表现而弄巧成拙，引起他人反感。需小心过于夸大与招媚的缺点，以免容易获得成功机会，却难有大成就。小指相对较长的人也代表老年时期的运势顺利，身体健康。下面我们做一个有关中指的测试，你的中指什么样，你就是什么命。大家可以对照图片上的中指形状，结合自己的情况选择分析。第1种，如果你是第1种的话，你就是天生的劳碌命。你不会锱铢必较，并且懂得关怀别人。在职场中，你有与生俱来的号召力，是人群中的意见首领。你比较老练，处理工作也有条理，会比较普通人容易晋升。可是你成功后不会忘掉自己身边的人，有机会会协助他们得到提高。在某些利益面前，你不会锱铢必较，凡事懂得忍让。你的某些大气的行为会让别人对你钦佩。你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人，很容易在社会上被替代。对于别人对你的好与坏，你基本上不会去回应。很多时候你处于一种被人遗忘的状态。不仅如此，你对于自己做出来的成果总是进行各种挑剔，这会让你遭受到许多挫折，对你而言是一个极大的考验。第2种，如果你是第2种的话，那你就是天生的普通命。你崇尚的是一种简约的生活，不喜欢太过复杂，喜欢率性而为，年轻而充满活力，喜欢无拘无束的生活，充满个性，对待朋友真诚而大方，逻辑思维简单，不喜欢深度思考，行事风格更偏重的是感性，会根据你所看到的事情做出相应的判断，容易感情用事。你是一个勤勉踏实肯干的人，在各个场合之中默默地做着自己的事情。你的情商不够高，不擅长于展示你的个人魅力，与周边的领导同事关系一般般，不像没有其他人那么圆滑，同时你的工作能力也一般般，没有那么的突出，这使你很难变得富有，属于大众中的一员。如果你想要在人群之中脱颖而出的话，要更加努力了。第3种，如果你是第3种的话呢，你就是天生的富贵命，所谓的皇后命。除了你不用操劳家事外，其实无论
在大事还是财政方面，你都是没有自己的掌握权的。你是一个不服软的人。此外，还有一些小敏感，对恋人看得很紧，不懂得放对方自由。你对你的朋友充满了热情，同时你是一个勤劳勤奋的人，很能够得到身边人的喜欢。在你需要帮助的时候，身边的朋友都会挺身而出。这种人命往往是非常的好，不管做什么事情都非常的顺利，也容易得到很多人的宠爱，一辈子都过得幸幸福福的。第四种，如果你是第四种，那你就是天生的拼搏命了。在你的眼中，恋人出轨也不是什么不可原谅的事情，重要的是你的地位要一直保住，不管发生什么，也不能够让外人影响到你的家庭。你是一个勇敢而且直率的人，对于未来，你有着清晰的计划，并且正按照自己的计划一步步的实行。在你的认知中，如果想要改变生活的状态，不能依靠任何人，最重要的就是自己去拼搏。这样的你极其容易获得成功，但往往压力与辛苦也并存其中，但你一点也不在乎。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这种手相的人会一夜暴富，很灵验，中大奖的人就有这种手相。毕竟对于横财来说，我们都是比较喜欢的，也唯有横财才能让我们显得更为富贵一些。因此很多人都在考虑自己是不是能够拥有横财。那么在面相学中，什么手相人容易发横财？下面就跟着我一起来看看吧。一、成功线的末端有纹。在成功线的末端有一个纹，这并不常见，因为首先你必须要一条成功线，一条长而清晰的成功线，它代表着轻松的地位和名声，在你的行业中非常出色。如果末端还有另一个星纹，它的成功可以维持很长时间而不会失位，而且很容易有意外之财。二、手掌中出现直觉线。假如手掌中出现直觉线，表示其人天生比常人灵敏，有很强的预感，通常会在一些投机生意中突然灵光一现，赚来大笔财富，例如购得大奖奖券，或是赌博时每猜必中，从而赢一大笔钱。不过这类人一旦赚取横财之后，会因此而上瘾，不知适时收手，很有可能又将大笔财富输个精光。三、智慧线末端有向上的分叉。有这种手相的人具有理性思维，对于那些没有成功概率的事情，基本上绝不参与。其人对金钱既眷恋又敏锐，懂得如何将钱发挥到最大效用，再配合着合理的推理和赌博的强运，常常不知不觉就能赚大钱。不过此类人通常很节俭，经常会被人认为很小气。四、智慧线无分支。发横财的人手掌智慧线无分支，他们有着聪明的头脑，在面对困难时可以想出最好的解决方案，并且能巧妙地把眼前的困难化解过去，这也使他们的生活一路畅通无阻。在他们迎接更好的未来时，也会有一笔从天而降的财富落到他们的面前，这里横财是他们命中注定会发生的。五、手中拥有断掌线纹，也就是所谓的断掌手相。这一手相的特点在于手中感情线和智慧线合二为一，形成一条贯穿整个手掌的粗长线纹。从外形来看，就好像是将整个手掌一分为二一般，故而被称之为断掌。拥有这种手相的人一般来说感情运势较为糟糕，但事业运和财运会非常出色。他们有着相当强硬的性格以及功利的工作和生活态度，无时无刻都在思考和自己的事业有关的事情，非常渴望在工作上证明自己的能力。这类人即使选择一些高风险的投资项目，也是有着很高的投资成功率，所以说容易获得横财。六、手中拥有不动产线。这是位于事业线和太阳线中间的一条短小横线，拥有这种线纹的人并不多，而且好的不动产线应该是同时和太阳线以及事业线相连接。也正因为如此，及这条线纹才能够体现出命主在生活中有着出色的偏财运。这类人能够从父母、长辈那里获得财富，或者是不动产，也就是房屋、房产，从而不用为了未来的生活而拼搏。简单来说，就是这种线纹意味着其人出身富贵，天生就有横财。七、手中智慧线上存在分叉。拥有这种特殊的智慧线，意味着其人的性格非常理性，有着极为理智的思维，从来不会在工作中做出一些成功率较低的选择。而在理财方面，其人有着非常敏锐的嗅觉，他们总是能够发现最好的赚钱机会，并且这类人在理财过程中不会犯下错误，从而使得自己总是能够获得收入，而不会损失金钱，往往一次投资就能够赚得巨额财富，所以说是天生能够获得横财的首项特征。
8. 手上有赌运纹。赌运纹是位于无名指上的第一节指腹上的直纹，有可能是一条，也有可能是几条。如果手上有纹，意味着横财运旺盛，运气非常好。有这种手相特点的人，只要是参与带有赌的事情，一般都是赢多赔少，好运常伴。不过凡事过犹不及，也要学会适可而止，不可太过沉迷其中，否则得不偿失。9. 手颈线清晰有星纹。看一个人的横财运好不好，还可以观察其手颈线，也就是手腕上的纹路。一般人的手腕线有3条，如果一个人的手腕线上出现了一条星纹，并且第1、2条纹路清晰明朗，那么表示这样的人横财运很好，必获奇财或是意外之钱，甚至可以一夜暴富，这是常见的横财纹手相之一。10. 理财纹多又长。理财纹主要位于我们小指和无名指之间下方的位置，通常是斜纹。此部位的纹路与一个人的财富相关，也关系着一个人的横财运。从这个纹路也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横财运情况。依据手相学的说法，若是一个人的财富线很多且深长，这样手相的人横财运也会很好，没什么大困难。11. 头脑纹。头脑纹的支线其末尖端指向小指下或达到根部，即水星丘，表示会受水星丘图中蓝色部分掌管天赋之影响，不管在实业或其他方面都能赚大钱，即使寿星阶级也能在薪水以外有收入，可说头脑灵活，很会把握机会赚钱的人。12. 五指长短有序，中指稍长。从手相学来看，五指代表一个人的父母、成就、配偶和子女。五指修长，长短有序，间隙合一的人，各方面各有所得，福泽绵长。有此手相的人天资聪颖，少时能得家人庇佑，衣食丰足。青年夫妻恩爱，子女缘深厚，一生运势平稳。其中中指稍长的人，说明此人善于计算，做事情缜密有条理，能挣钱理财，往往追求财富和权力，对自己的要求严格，也很容易大富大贵。13. 食指有3约纹。一般人在食指上面有一条横纹叫做指节纹，如果有3条指节纹的话叫做3约纹。这种人一生中不缺钱财，财富往往都是由姻缘带来的。如果是女性的话，有很大的机会嫁入富贵人家，受夫家福荫，物质生活会有很好的享受，衣食丰足。男性的话也能娶得有钱娇妻，总而言之是大富大贵的手相之一。14. 太阳丘丰满高隆。太阳丘在无名指的根部，代表着一个人的财富、才能与声名等。如果手掌中太阳丘丰满高隆，颜色明润，说明此人具有很强的经商、理财能力，在青年时期就能获得自己的事业成功。另外，有这种手相的人，大多性情温厚、正派乐观，个性明朗，有较高的素养，通常有很好的人缘，晚年能赢得比较高的社会声望和地位，衣食丰足，家庭幸福美满，属于大富大贵的手相。15. 木星丘饱满。木星丘位于食指下方，代表人的意志、欲望、地位和权力等，主要反映一个人的信心与权力欲望和物质欲望，同时还反映一个人的进取精神与好胜心的强弱。木星丘饱满明润而富有弹性的人，大多热衷名利，自负骄傲，充满雄心斗志，对权力和财富有强烈的欲望，能够凭借自己的智慧和能力，在财富地位上取得出色的成就，往往有成为富豪的潜质。若为女性，也会是女强人的性格。16. 手掌肉厚柔软有弹性。以掌面为中心，通过上面的纹路走向分支符号和掌面上下左中右的部位，能看出一个人的天赋性格、后天成就、父母子女、婚姻情况以及个人的命运趋势。手掌红润表示此人血气足，元气充盈，身体康健。肉主阴主腹，手掌厚而不弹性，不光滑柔软，代表此人性情宽厚慈善，福泽深厚，福禄天成。有此手相的人是天生的富贵命，一生财运顺利，免于奔波操劳，晚年安逸。发横财是每个人心中所想的事情，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有发横财的命。如果你拥有上面所说的10种发横财的手相，那么你就离发财不远了。17. 小拇指上有直纹1或2条。中年财源滚滚的人手相上第一个特征，就是在小拇指上出现1条或2条直纹。小拇指有1到2条直纹到达第一指节的人，我们称之为运约纹。有这种手相的人，越老越贵气，子女有成，不需要自己担心，晚年子贤孙贤，儿孙绕膝，富贵又安康。但是小拇指的直纹超过2条，也就是乡里中常说的侧纹，虽然这样的人聪明，事业上有成就，但一生比较劳碌，
到了晚年也闲不下来，属于赚辛苦钱，有好也有坏，建议晚年要劳逸结合，多多保重身体。好啦，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愿您时时心清静，日日是吉祥，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